加拿大与印度外交争端再次剧烈升级之后，似乎有所降温，加拿大似乎服软了。此前，印度对加拿大下最后通牒，要求加方撤回41名外交官。而加拿大外长乔利4号表示，加拿大希望与印度举行私下会谈来解决争端。印加博弈陷入尴尬境地的美国有何表示？来看报道。3号早些时候，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称，印度政府在对加拿大的外交战中非常强硬。印度政府已经告诉加拿大政府，必须在7天内撤回41名驻印外交官，占加拿大驻印外交官总人数的2/3。印度还威胁，如果加方不召回这些外交官，就要取消他们的外交豁免权。此前，印度已经宣布暂停向加拿大人发放签证。不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长乔利都对印度政府的最后通牒不予置评。外界注意到，在印度政府异常强硬的攻势下，加拿大政府服软了。4号，加拿大外长乔利表示，正在与印度政府接触来解决争端。乔利强调，与印度的对话最好在私下进行。9月赴印度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当面挑衅印度总理莫迪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也出来为事件降温。他表示，加拿大政府不希望争端升级，还希望同印度政府进行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接触。但印度方面似乎仍然怒气未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早些时候则表示，不仅印度驻加外交人员面临暴力和恐吓气氛，而且印度锡克教分离主义组织在加拿大的存在令新德里感到沮丧。因为这个首先一点呢是这件事情啊，西方国家不占加拿大，啊，主要是美国这些国家没有占加拿大，啊，这个是一个关键。那么加拿大呢，如果说一直下去的话，啊，它这个事情对它非常不利。因为它本身这个事情出发点呢，其实它有2个问题，一个是它支持这个印度的分裂分子啊，这个其实从这个国与国关系中啊，其实是有点理亏的。第二个呢，说人家搞暗杀，但他又没找到实证啊，没想到这个遇到印度这么狠茬啊，印度呢也拿捏住这个西方的这个心态，所以说他现在呢变得骑虎难下。印加外交争端源于今年6月，加拿大公民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县一处锡克教文化中心外被枪击。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硬批评印度，并敦促印度政府配合调查。加拿大政府当时还驱逐了1名印度外交官，指控他涉嫌参与暗杀尼贾尔。几小时后，印度就发表声明否认，并指责加拿大政府的指控荒谬且别有用心。声明还表示，加拿大政客公开对一些威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表示同情，这令人非常担忧。印方当天召见相当于大使的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并对等驱逐1名加方外交官，限期5日内离境。分析认为，印加2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锡克教徒是加拿大的第4大宗教族群，总人口达70万，而且不少锡克教徒都在加拿大政府出任高官。因此，加拿大政坛各势力都不敢对锡克教领袖被枪杀事件掉以轻心。但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海外锡克教徒中有不少是分离主义势力，而加拿大政府一直纵容他们。事实上，今年6月被枪杀的尼贾尔就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名单。更令加拿大政府难办的是，尼贾尔遇刺身亡，引发较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一场花车巡游重现了1984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遭锡克教警卫暗杀的画面。印度对此强烈批评，认为这是纵容分离分子的宣传活动，损害印度主权和尊严。事件的高潮发生在9月中旬，印度20国集团峰会期间。当时双方领导人虽然在同一多边场合，却并未举行会晤，场面极度尴尬。据2国政府发言人介绍，2位领导人有互相表达关切，但随后特鲁多主动给加拿大媒体喂料，称其当面就尼贾尔遇刺事件质问印度总理莫迪，引发轩然大波。印度宣布暂停好不容易重启的印加双边贸易谈判，被认为是美国盟友及准盟友之间罕见的关系大倒退。这毫无疑问令美国陷入尴尬。美国表态一度保持中立，但其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科恩向加媒证实，特鲁多总理日前公开指控印度政府与加拿大锡克族宗教领袖遇害案之间存在潜在联系，五眼联盟伙伴之间共享了情报。美方表态激怒了印度，认为这是昂萨联盟国家集体向印度施压。
但其后美方表态又陷于中立，并未明显选边站对加拿大或者是印度。观察指出，印加和解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方或在暗中运作，要求加拿大尽快平息事件。这也是加拿大外长4号宣布寻求私下与印度解决争端的原因。不过，此事的出现已经充分暴露出印度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观察认为，印方在一些涉及其主权利益的问题上并不盲从于西方，特别是对于印度而言，加拿大并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因此印度让步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从目前看来，两国的紧张博弈的烈度已经达到新的高峰。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两国关系还可以挽救。加拿大是印度的最大投资国，在加拿大也有大量侨民。总体而言，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很牢固。美国也可能会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进行调解，以避免印加关系彻底破裂。我觉得这个两国关系啊，这个短期内啊肯定是比较紧张，但长期内呢，主要取决于加拿大。加拿大如果说最终服软了啊，或者说叫服从美印关系的大局啊，就会这个事儿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印度的姿态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印度这个话都赶到这儿了啊，他不可能退缩。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印度要求加拿大撤出41名外交官，并威胁说不遵命将取消外交豁免权。那您怎么看待印加的最新冲突呢？主持人好，印度和加拿大围绕所谓谋杀指控，双边关系呢进一步的恶化。印度大规模的驱逐加拿大外交官，是两国外交大战进一步升级的表现，也意味着印度在对加拿大进行对等反制以后，再度加码反制加拿大，把加拿大呢从攻势逼到了守势。9月中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开指控印度政府特工参与了杀害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尼贾尔的事件，印加关系呢骤然紧张，相互驱逐了一名高级外交官。印度呢还立马暂停了处理加拿大公民的签证申请，并对印度国民发布附加旅行警示。之后一段时间呢，宣称相互互通情报的五眼联盟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美英澳新4国也没有力挺加拿大，这似乎呢让印度有了外交底气，继续挑战加拿大。于是呢再出手，要求加拿大41名外交官在10月10日前必须撤离。加拿大呢在印度有62名外交官，现在印度要求大规模的撤离41人，无疑呢能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也能成为显眼的外交事件。当然呢，这里也有平衡外交人数的用意。加拿大驻印外交人员要比印度驻加外交人员呢多出几十名。可以说，这次印度大规模的驱逐加拿大外交官，已经把印加关系逼到了破裂的边缘，离彻底翻脸呢只有一步之遥。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美国帮忙和斡旋，加拿大的处境会变得很尴尬，有点不知所措。而加拿大要拿出具体可行的证据，似乎呢也不大可能，因为那将把五眼联盟推到印度的对立面，会影响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印加外交纷争呢很难收场，印度步步逼近，实际上呢是迫使美英等国做出像样的表态，不能坏了印度的名声。那您认为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给加拿大帮腔？他们为何担心在印加之间选边站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印加外交争端白热化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所谓五眼联盟国家，都没有选边站，而是保持沉默，不希望呢与印度交恶，努力让印加冲突局限于两国之间，不要波及到其他的国际关系中。英美呢也担心，如果干预过深，可能引火烧身。因为美英两国也有锡克教社区，弄不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甚至全球的锡克教联动起来，成为难以收拾的大事件。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呢，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一边呢是支持法治原则，那么另一边呢是现实地缘政治需要，美西方难以取舍。如果坚持法治原则，那么就该公布相关的情报和证据。但这样呢，会彻底得罪印度，会把苦心经营多年的所谓印太战略化成泡沫，而且呢，会让世界快速的进入后西方时代。如果继续拉拢印度作为制约中国的所谓亚洲之珠，那么西方人呢又觉得自己的政府太虚伪，所以呢，美英的表态都是蜻蜓点水，不谈实质问题。印度呢，也正是抓住了美西方的命门，所以大规模的驱逐加拿大外交官，
逼加拿大呢给出让印度满意的答案。这件事呢得慢慢的消化，而印度从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中也明白自己呢是被监控的对象，这反过来呢将增加对西方的不信任感。